今晚全场消费我包了。这不是苏家大小姐吗？她怎么也在这儿？婉婉，怎么上个厕所去那么久？ Yifang, wann hast du vor, Lin Ruwan zu heilen? Die Familie hat den Pytamin festgrillt in 3 Wochen. Wenn du Ruwanu heißt, was ist dann mit Suwan? Wird ihr Schluss machen? Nein. Diese Ehe sieht nur darüber, die Familie zu berüchten. Die einzige, die wirklich in meinem Herzen zählt, ist Ruwan. Sieht so aus, als ob Fonge wirklich in Suwan verliebt ist. Glaubst du, sie versteht wirklich kein Deutsch? 她怎么可能听不懂？那可是苏家的大小姐，从小各国语言都学了个遍的。 Ach, ich hätte gar nicht fragen sollen. Bei dieser einfachen Herrstung kann sie sich bestimmt kein Deutsch leisten, so eine Nixschwale. 这大小姐搞什么名堂？装穷也就算了，这都能忍？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真是蛇鼠一窝。忍了，现在还不是时候。真恶心，死装男，给我等着吧！婚礼上送份大礼给你。这么晚了，今天都散了吧，咱改天再聚。苏大小姐又在玩什么呢？他怎么也在这儿？圈子还真是小啊！怎么了，一峰？看来你对你女朋友不太了解，你不知道吗？其实她是……不行，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哎呦！哎呦！别说了。什么大小姐？哼，苏婉，身上这套加起来能超过500块吗？别开玩笑了，这简直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我不打算暴露身份，正愁怎么圆过去。以后我不打算带你参加这种社交场合。你是觉得我给你丢脸了吗？你在想什么呢？我只是担心你受委屈，那些人嘴巴毒，不想听得难受。可是我们之间的身份差距摆在那里，迟早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家里就没催过你联姻吗？婉婉，你只要记住我爱的人是你就够了，其他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处理。想办法处理，就是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结婚，然后把我圈养在外面当见不光的秘密情人吗？恶心！我去洗个澡。他从来不防着我，密码是我的生日。一峰，明天我们要一起去见双方长辈。如果你今晚不留在我这儿，家里的长辈会不会发现我们是假结婚啊？我知道你心里真正爱的是你女朋友，但至少这几天拜托你给我留些体面，好不好？一开始用见父母当借口苦苦哀求同住，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爬上同一张床了？这种步步为营的手段，也就骗陈一峰这种自大款。婉婉，公司突然有急事儿，几个高管都在等我过去开会，今晚我就不回来了，你一个人早点睡。好，路上注意安全。只要我开口，一峰还是会来找我的。等我们真的结婚了，你又算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永远见不得光的情人罢了。这条消息像一根生锈的针，狠狠扎进我心里，然后被连根拔起，带出一片血肉模糊。林若晕的挑衅并没有让我失去理智，反而让我彻底清醒了。早啊，苏婉。婉婉，你今天怎么这么早？我来办离职。最近网上总有那种段子，说是在公司干部不开心就辞职回家继承亿万家产。婉婉，你这么干脆，该不会也是要回去继承家业吧？是啊，要回去继承家业了。你辞职了？嗯。为什么？你不是一直很喜欢这份工作，说要在这个行业做出点成绩吗？因为我接下来想投入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中去。工作压力大就休息一段时间，别勉强自己。反正我养得起你，你只要乖乖待在我身边就好。陈一峰，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附庸。什么附庸不附庸的？你今天到底怎么了？说话夹枪带棒的，是不是昨晚我没陪你，你不高兴了？我今天特意推了应酬，早点回来陪你。想吃西餐还是看电影，我都依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家里太乱了，很多东西都旧了，留着也没用。你陪我一起大扫除吧。婉婉，你到底在干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回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怎么？
陈少爷心疼了。婉婉，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我能知道什么？还是说你有什么瞒着我？走，我带你去个地方。陈一峰为了打破这诡异的气氛，硬是拉着我出门，吃了一顿索然无味的法餐后，带着我去了一家私人拍卖行。怎么遇到熟人了？婉婉，这是我世交家的女儿林若薇。若薇，这是我女朋友苏婉。早就听一峰圈子里的朋友说，苏小姐长得楚楚动人，今天一见，果然是个让人心疼的美人儿。我明白了，这场偶遇根本不是巧合，而是他们串通好，刻意把原配拉到我这个情人面前示威的。一峰也是，带苏婉来这种地方干嘛？他恐怕连举牌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吧？就是，这种高端局，他个乡巴佬看得懂是吗？各位贵宾，这件《鹤鹿同春》是已故玉挑大师的绝笔之作。咦，一峰，过几天就是陈奶奶的寿辰，这件玉雕不管是寓意还是名气，都最合适不过了。这是赝品，苏小姐懂玉，你凭什么说这是赝品？因为真正的真迹早就被首富苏家的大小姐当做寿礼送给她奶奶了。奶奶，生辰快乐！好，那件珍品就摆在我京城家中的博古架上。苏婉，不懂就闭嘴，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首富苏家，你是不是觉得你也姓苏，就能捧咱首富了？婉婉，别胡闹！若薇从小跟着长辈玩收藏，她比你懂。好，我不说了。真期待陈奶奶看到这件赝品时的表情。苏婉，我以为我的短信说得够清楚了，你还死皮赖脸的缠着他，是真打算做个下贱的第三者吗？林小姐，搞清楚，跟他在一起6年的人是我，第三者这顶帽子戴在你头上才合适。6年？是啊，6年了他都没娶你，你用你那贫瘠的脑子想过为什么吗？我是林氏集团的千金，他是陈氏的继承人，我们是商业联姻，是强强联合，而你呢？家里有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母亲还常年卧病在床，你除了一身穷酸气儿，拿什么跟我争？拿什么配得上？那个所谓的家境是我刚认识陈一峰时，为了掩饰身份随口编造的谎言。这个世界上只有陈一峰一个人知道，可现在这个谎言却从林若薇的嘴里说出来了。原来那个口口声声说只爱我的男人，不仅背着我筹备婚礼，还把我的软肋和不堪当成笑柄一样全盘托出。我看着眼前不可一世的林若薇，突然觉得这场闹剧无聊透顶。你说的对，我确实配不上他。你们俩自私、虚伪、蛇鼠一窝，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衷心祝你们百年好合，千万别去祸害别人。婉婉，你那边什么时候处理完？家里人都眼巴巴盼着你回来呢。你爸曾刚在法国给你买了一座古堡。妈，我是回去接手家业的，不是回去当败家子儿的。什么接手家业？没什么，刚才碰到以前的同事，问我辞职后打算干嘛，我开玩笑说要回家继承家业。一峰，我的车临时出了点故障，你能顺路送我回家吗？伯母可是特意交代过，让你多照顾我的。可是我晕车，只能坐副驾驶，苏小姐应该不介意吧？婉婉，婉婉，别生气了，她就是个世交家的妹妹。我来例假了，不舒服。在此之前，我曾满心欢喜地提议让他跟我回京城见见我父母，顺便坦白我的真实身份。他当时答应得十分爽快。我正盘算着找个什么借口取消这次可笑的行程。婉婉，公司突然有急事要处理，这次行程只能取消了。下次我一定抽时间陪你去见伯父父母。正好，我今天也有事情要忙。这些全部包起来，刷卡。
婉婉，你这到底是从哪儿淘来的高仿货啊？质感也太像真的了吧？这些都是真的。其实之前跟你们说的我父亲嗜赌、母亲生病的事情都是假的。这次跟大聚餐也是因为我要回家继承家业了。大小姐竟然一直在我们身边！那你回去之后，陈一峰怎么办？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吗？他不知道，而且他准备和别人结婚了。这怎么可能？在我们看来，他一直是难得的豪门痴情男啊！就是啊，4年前你说喜欢樱花，他就花重金买下整片樱花林。3年前你得肺炎，他推掉几个亿的合作，飞回来整晚照顾你。2年前那场车祸，他拼死打方向盘护着你，自己断了3根肋骨，躺了3个月，差点违命。现在他居然要跟别人结婚。他确实爱过我，但他的家族嫌弃我的出身，他把结婚请柬都准备好了，婚后大概还想让我继续做他的秘密情人。让你一个首富千金怎么当个情人？陈家简直是疯了，等着看他日后后悔的嘴脸。什么真实身份？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我们2家正好有个合作项目，就约在这里边吃边谈。什么合作项目？无非就是推进他们2家的商业联姻，筹备那场盛大的婚礼罢了。为了避嫌，他刻意没有和我们同桌，而是带着林若薇去了不远处的一个卡座。那个位置不远不近，刚好够我看清他们之间的每一个互动。我送你们回家吧。把家里那辆加长款的劳斯莱斯开过来，带司机。等一会儿，车马上到。这次他学聪明了，直接开出了家里那辆加长款的劳斯莱斯，还带了专门的司机，完美避开了副驾驶的座位之争。额头传来剧痛，温热的血液流进了眼睛里，我的意识开始有些模糊，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现出2年前那场一模一样的车祸。那天失控的大货车同样是直奔我所在的位置而来，在千钧一发之间，陈一峰硬生生打倒方向，迎上了猛烈的重击。他被变形的车头死死卡住，断了3根肋骨。没事吧？如今相同的场景再次上演，唯一的不同是，他在生死关头的本能反应，保护的那个人已经不再是我。伤势不算严重，但以防轻微脑震荡，建议住院观察3天。婉婉，真的对不起，当时情况太紧急，我脑子里只想着以后还要和若薇家里谈合作，出席重要场合不能让她的脸受伤，所以才本能的先护住了她。你打我骂我都可以，只求你别不理我，好不好？合情合理。是啊，如果我没有发现那张请柬，或许真的会信了他这份为了商业合作的迫不得已。但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口中所谓的重大场合，其实就是3周后他们即将举行的盛大婚礼。对了，你的生日快到了，我提前给你准备生日礼物好不好？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好啊，那你就给我买一张机票吧，5天后去京城的。去京城做什么？是想去旅游散散心吗？这段时间公司太忙，我没时间陪你，你先自己去京城玩几天，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再好好陪你去一次。只买1张机票当礼物确实太小气了，等你回来，我再给你补一个更大的惊喜。不小，真的一点都不小，因为这张机票就是我彻底离开这个牢笼，回到属于我真实世界的钥匙。陈一峰，谢谢你的礼物，这是你这辈子送过我最好的东西。在医院观察的3天里，陈一峰似乎又变回了那个满眼都是我的完美男友，对我体贴入微，端茶倒水，照顾得无微不至。婉婉，公司突发紧急状况，我走不开，我让家里的司机来接你出院。我没拆穿他。不好意思，我和一峰马上就要结婚了，他今晚要陪我回老宅吃家宴，恐怕没空去接你这个见不得光的人出院了。回到那栋熟悉的别墅后，我推开衣帽间的门，拉出几个超大号的行李箱，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距离飞往京城的航班起飞还有8个小时。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说要去京城玩吗？这还是你亲自帮我买的机票，忘了吗？你不是只去3、4天吗？为什么要带这么多行李？女孩子嘛，出门总要多带些衣服搭配，方便拍照。婉婉，别玩得太疯，回来把返程航班发给我，我去接你。距离飞机起飞还有6个小时，我走到别墅的大门前，输入管理密码，将那串用了6年的我的生日改成了林若薇的生日。随后，我在门板上贴了一张黄色的便签。这里以后毕竟是林小姐的家，密码还是设置成林小姐的生日比较合适。我翻出了别墅里所有藏着的合影，照片里有我们在漫天烟花下的拥吻，有她在落日余晖下单膝跪地为我戴上草编戒指的承诺。我们曾携手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我点燃打火机，将这些承载着6年青春的相片一张张扔进火盆，火光舔舐曾经的誓言，化作一地灰烬。一峰，婚礼马上就到了，有什么好害羞的？可别让若瑶主动啊！这段视频在我的屏幕上循环播放了7遍。苏婉，你看清楚了吗？我才是陈家所有人都认可的未婚妻。你家那么穷，你那点家底还不如嫁给乞丐呢。他爱过你又怎样？他的防线已经被我一点点攻破。见了家长，刚才还当众吻了我。你说我们离上床还有多远呢？我看着这些字眼，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觉得有些滑稽。我将林若薇这些天发来的挑衅照片一页一页打印了下来，并留下了最后一句话：陈一峰，新婚快乐，我们到此为止。从今往后，我不再是那个卑微懂事的苏婉，而是首富苏家真真正正的千金大小姐。陈一峰，我们一刀两断。大小姐，请上车。张叔，怎么是您亲自来接我？小姐几年没回家了，听说您今天回来，我特意跟老爷申请来接你。欢迎小姐回家。老爷和夫人太高兴了，连夜排练的这个欢迎仪式。没事了，回来了就好。婉婉，既然你刚分手，姑姑正好有个世交的儿子刚回国，一表人才，你们俩加个微信聊聊。昵称只有2个字母 YC 的男人，竟然静静地躺在我的通讯录里，显示我们早已是微信好友了。他到底是谁？姑姑，这人到底是谁啊？你去了就知道，绝对是个大惊喜。你们俩其实在一次国外的慈善晚宴上见过，只是你当时太低调，没留意人家罢了。慈善晚宴，行吧，我明天抽空见一面。回到卧室，房间的布置还是我离开前的样子，处处透着首富千金的奢华。离开滨城前，为了防止陈一峰反咬一口，说我拿了别墅里的贵重物品，我在客厅不起眼的角落留下了一个微型摄像头。他站在门外，像往常一样熟练地按下我的生日密码。他愣住了，似乎不敢相信。陈一峰走进漆黑的客厅，连鞋都没换，婉婉本能地冲着楼上喊了一声我。陈一峰，新婚快乐，我们结束了。我盯着屏幕，看着陈一峰一张张翻看那些聊天记录的截图，林若薇嚣张的挑衅，2人试婚纱的照片，挑选钻戒的账单，全都被我按时间顺序排得清清楚楚。终于，他翻到了那张截图，在家宴上，他和林若薇深情拥吻的画面。林若薇发来的那句“你看清楚了吗？我才是陈家认可的未婚妻”，像一把尖刀，彻底刺穿了他最后的侥幸。我不信，这不可能。
接下来的10分钟，楼上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他在找我的东西，找我留下的任何一丝痕迹。可惜他什么都找不到，就连床头背上的合相相框，里面也被我抽得干干净净。10分钟后，陈一峰失魂落魄地走回客厅，他整个人仿佛瞬间老了10岁。他颤抖着手拨出我的号码。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一峰，怎么了？家里怎么这么乱？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别碰我！一峰，你干嘛冲我发火？是不是苏婉跟你闹脾气了？我就说他那个人小家子气，你别往心里去。是你，都是你，是你一直给他发这些消息，是你逼他离开的，对不对？我只是跟他实话实说，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他本来就不该赖在你身边。一峰，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为了一个外人跟我生气。外人？他跟了我6年，不是外人，你才是那个插足的第三者。陈一峰，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林家吗？要不是为了我们林家的资金，你们陈氏集团早就破产了。你现在为了一个穷酸女人这么对我，这件事我不想再提了。婚礼照常准备，你先回去吧。我去。小姐，陈一峰像疯了一样，正在动用一切资源满世界中。接下来的几天，我把陈一峰彻底抛在了脑后，直到张叔敲开我的房门。大小姐，那个叫陈一峰的，最近派了不少人来京城打听您的下落，要把他们打发走。不用打发，张叔，你找个陌生号码给他发张我现在的照片，顺便告诉他，苏小姐已经回到属于她的世界了。别再像个跳梁小丑一样来打扰我。既然他不愿意相信那个回家继承家业的真相，那我就把真相直接砸在他脸上。处理完这件事，我起身去赴姑姑安排的相亲局。苏小姐，好久不见。几年前在一场国际慈善晚宴上，我穿着普通的礼服，角落里只有他主动过来跟我聊了许久的慈善项目。那晚之后，我们就加了微信，只是我一直没给他改备注。叶先生，原来是你。我和叶琛聊得很投机，谈起近况时，我没有隐瞒陈一峰的事。过几天就是他的婚礼了吧？既然他邀请了滨城所有的名流，不如我陪你去凑个热闹，就当是未婚夫给你撑场子了。好啊。转眼就到了陈一峰和林若薇举行婚礼的日子。滨城最豪华的海边庄园里，衣香鬓影，媒体云集。大门内，婚礼进行曲已经响起，司仪正在询问陈一峰是否愿意娶林若薇为妻。我听着里面长久的沉默，对叶琛使了个眼色，伸手推开了那扇大门。一峰先生，你愿意娶林若薇小姐为妻，无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永远爱她、照顾她吗？Tut mir leid, dass ich zu spät bin.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Ex. Ich wünsche euch alles Gute zur Hochzeit. 陈一峰怎么也想不到，那个被他们嘲笑连饭都吃不起的苏婉，竟然能说出这么地道的德语。苏婉，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想干什么？ Chen Yifeng, nach diesen 6 Jahren habe ich dich wirklich völlig falsch eingestellt. Du dachtest, meine einfache Härtung sei dir nicht würdend, also hast du dich der Familienverrohnung gefielen und mich wie ein jederzeit wegpfaffelbares Spieldeut behandelt. Du danktest, ich verstehe kein Deutsch, deswegen hast du dich ungenirrt vor meinen Augen über mich lustig gemacht. Danke für deine Hervorgau-Gespelstigung in diesen 6 Jahren. Heute gebe dir alles zurück. 台下的宾客虽然大多听不懂德语，但看着我强大的气场和陈一峰崩溃的神情，纷纷举起了手机疯狂拍摄。我是苏婉的未婚夫 ，YC 集团的继承人叶琛。我是苏婉的未婚夫 ，YC 集团的继承人叶琛。今天我陪婉婉来这里，一是为了给她撑腰，二是想通知各位一件事：苏婉
是京城首富苏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她的真实身份比你还有你身边这位林小姐加起来还要尊贵100倍。陈一峰，你根本就配不上她。那些曾经在包间里嘲笑过我穷酸、买不起衣服的公子哥们，此刻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天哪，首富苏家是那个苏家，难怪他刚才说德语那么有底气，原来人家一直在低调体验生活啊。陈一峰居然把首富千金当成没背景的穷丫头，还找了个处处不如人的林若薇联姻，他是脑子进水了吗？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被他一口一个下贱、第三者羞辱的苏婉，竟然有着如此恐怖的背景。直到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究竟失去了一个怎样的女孩，又错过了怎样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机会。我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心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痛快或是同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长长松了一口气的释然。整整6年，我终于彻底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婉婉，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早点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是苏家的独生女，好让你名正言顺的拿着我的钱，去填补你们陈氏集团的窟窿吗？陈一峰，如果你爱的是我这个人，我什么身份根本就不重要。可事实证明，你爱的只是能给你带来利益的筹码。他为了所谓的家族利益，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陪伴他6年的我。可讽刺的是，我的家族比他千方百计讨好的林家要强大1000倍100倍。如果他当初坚守我们的感情，陈氏集团的资金危机对我来说不过是签一张支票的事。可惜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如果。婉婉，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陈一峰，收起你这副深情的嘴脸吧，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在你把那张结婚请柬藏在书房抽屉里的时候，在你放任林若薇羞辱我的时候，在车祸发生你本能护住她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彻彻底底的结束。祝你和林若薇新婚快乐，永结同心。婉婉，我错了，你回来好不好？婉婉，我错了，你回来好不好？我不结婚了，我不想结婚了，婉婉，我只爱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陈一峰，你疯了吗？你不能这样对我！我们今天已经站在这里了，你不能当众反悔！你把我当什么呀？滚开！如果不是你，婉婉怎么会走？如果不是你们林家，我怎么会失去她？陈一峰，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我们林家好心拿钱救你们陈氏，你竟然在婚礼上当众羞辱我女儿，这婚不结了！陈家的人，你们给我等着喝西北风吧！媒体记者们则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地按动快门，将这场豪门联姻的世纪笑话全方位、无死角地记录了下来。曾经不可一世的陈家和林家，在这一刻彻底沦为了滨城上流社会最大的笑柄。还好吗？我很好。其实在进去之前，我以为我还会有一点点难过，但刚才看到他那个绝望的样子，我发现我心里的最后一点执念已经彻底烟消云散了。说实话，6年的感情说不心痛是假的，但陈一峰的一次次背叛和算计早就把那份爱消磨殆尽了。今天的这场反击不是为了挽回什么，只是为了给自己这6年的青春画上一个干净利落的句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有我在，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其实我和叶琛的缘分远比陈一峰以为的要早得多。那场国际慈善晚宴上，我故意穿得朴素低调，躲在角落里不想应酬。是他端着红酒杯走过来，跟我聊起了偏远山区的教育项目。当时我以为他只是个热心公益的普通企业家，便随手加了他的微信。谁能想到兜兜转转，
那个顶着新月头像、昵称为 YC 的男人，竟然就是 YC 集团的继承人，也是我姑姑口中那个一表人才的相亲对象。缘分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早就注定好了。就在我闭眼小吹的这几个小时里，槟城的网络上已经因为一场轰轰烈烈的逃婚事件掀起了滔天巨浪。不出所料，陈一峰和林若薇的婚礼变成了一场全民围观的闹剧。震惊！豪门联姻变狗血剧，新郎当众悔婚追爱，林氏集团千金跌落神坛，陈氏集团面临破产危机。这男的也是绝了，放着首付千金不要，去捡芝麻，活该他破产，有眼无珠的最高境界了吧？笑死！听说林家当场撤资了，陈家现在估计已经焦头烂额了。那位林小姐也是自作自受，之前还到处发通稿艳压别人，现在变成全网笑话了吧？墙倒众人吹。随着舆论的急剧发酵，陈氏集团的股价开盘即跌停。林家为了挽回颜面，不仅单方面宣布取消婚约，还以极其强硬的手段撤回了所有对陈家的资金援助，甚至切断了几条关键的供应链。屏幕上闪烁着一连串来自槟城的陌生号码，我心里清楚，这一定是陈一飞打来的。从昨晚到现在，他已经换了无数个号码给我发短信、打电话。婉婉，我求求你接个电话好不好？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没有和林若愚结婚，我已经和她彻底断了。只要你愿意回来，我什么都听你的。婉婉，见我一面吧，我就在苏家庄园的大门外，你不出来，我就一直等下去。我看着这些卑微到极点的话语，心底生不出一丝波澜，直接将手机关机。婉婉，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陈一峰，这出苦肉计你演给谁看？婉婉，我真的错了，我没和林若愚领证，婚礼也搞砸了，陈家现在出了大问题，什么都没了，但我不在乎，我只要你。你不在乎，你不是在乎，你是输的什么都不剩了，才想起来我这个可以兜底的首付千金吧？不是的，我是真的爱你，那都是家族逼我的，我没办法。爱，你的爱就是在车祸时护着别人，在包间里用德语跟朋友一起嘲笑我。陈一峰，别脏了爱这个词。陈先生，私闯民宅，还3番5次骚扰我的未婚妻，需要我替你报警吗？放开他！婉婉是我的，你们才认识几天，他根本不可能爱你。感情的深浅，从来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6年的时间只够他看清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我会用剩下的60年去证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偏爱。婉婉，你说话，你告诉我，你只是在气我，对不对？叶琛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陈一峰，以后别再来了。苏家大门前的地砖很贵，你现在恐怕赔不起。大小姐，是个陌生号码，说非要找您。苏婉，你这个贱人，你满意了吗？苏婉，你这个贱人，满意了吧？是林若薇，她的声音听起来极其吃力，带着哭腔和毫不掩饰的怨毒，完全没有了当初那副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做派。林小姐，大清早发什么疯？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跑来闹事，我的婚礼怎么会变成全网的笑话？现在所有人都骂我，我爸嫌我丢人，停了我的卡，还要把我扔到国外去避风州。你既然是首付千金，为什么要装穷？你就是故意设局害我的。林若薇，路是你自己选的，你知3当3发短信挑衅我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身败名裂的这一天，这是你和陈一峰的报应。张叔拉黑这个号码，陈氏集团因为林家撤资，资金链彻底断裂，正式宣告破产。他们名下的房产、豪车，包括那栋我曾经住过6年的别墅，全部进入了法拍程序。陈一峰真的成了一个穷光蛋。一切尘埃落定，可就在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和陈一峰有任何交集时，3天后，一个没有寄件人信息的同城快递包裹送到了我的手里。那是我20岁生日那年，陈一峰带我去郊外看星星，亲手编的。他当时单膝跪地，眼神真挚地说，等他以后有了钱，一定会给我换成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婉婉，别墅被法院查封了，我只带走了这个，这是我身上唯一干净的东西了。明天下午3点，我们在老地方见最后一面，好吗？如果你不来，我就从库海大桥上跳下去，把命还给你。他已经疯了，
竟然开始用死来要挟我。他这是在做最后的挣扎。想去吗？想去我陪你，把话说绝，彻底断了他的念想。陈一峰缩在凉亭的石凳上，他胡子拉碴，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沾满了灰尘，整个人瘦脱了相，哪里还有半点当初豪门贵公子的意气风发，活脱脱像个街头的流浪汉。婉婉，你来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婉婉，你还记得这个吗？你说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哪怕一辈子戴草戒指，你都愿意。那是因为当时的苏婉是个傻子。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陈一峰，别再用死来威胁我，你的命现在一文不值，以后就算你死在街头，我也不会多看一眼。婉婉，过去的这一页，现在算是彻底翻篇了。那么，你准备好正式把我写进你的未来了吗？婉婉，过去的这一页，现在算是彻底翻篇了。那么，你准备好正式把我写进你的未来了吗？虽然叶琛是以未婚夫替我撑腰，但我们心里都清楚，那只是两家掌战的口头约定，我们之间还差一个正式的开始。看着他眼里真挚的期盼，我心底那层因为6年欺骗而结下的冰霜正一点点融化。我准备好了，叶琛，重新认识一下，我是苏婉。余生请多指教，苏小姐。那天晚上，我睡了回京城以来最安稳的一个觉，我再也没有了曾经在滨城时的那种患得患失。今天是我就任苏氏集团项目总监的第一天，大家齐刷刷地看着我，眼神里虽然带着恭敬，但更多的是掩饰不住的质疑。在他们眼里，我恐怕只是个来公司过家家的娇贵大小姐。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婉。从今天起，我将正式接手市场部的核心项目。我知道大家对我空降这个位置有疑虑，没关系，工作上我们拿结果说话。苏总监，既然您这么说，正好我们手头有一个新季度的度假区推广方案。您刚回国，可能对国内的下沉市场不太了解，不如您先听听我们的思路。他表面上客气，实际上是在给我下马威。他笃定我这种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小姐，根本不懂普通人的消费心理。不用听了，方案我昨晚已经看过了。你们在方案里大量堆砌了高端奢华的词汇，试图用尊贵体验来吸引中产阶级，但你们忽略了，现在的中产阶级更注重的是情绪价值和性价比，而不是虚无缥缈的面子。我接着引用了几个我在滨城基层工作时亲身调研过的数据，条理清晰地将方案从头到尾捋了一遍。那6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并没有因为陈一峰的背叛而变得一文不值，反而成了我现在最锋利的武器。原本还漫不经心的经理们脸色逐渐变得严肃起来，那位提问的资深经理更是听得连连点头，眼里的轻视彻底被惊讶和敬佩取代。这场会议开了1个多小时，结束时，所有人都对我心服口服。听说苏总监今天在会议室里大杀四方，上车吧。为了庆祝你入职第一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消息还挺灵通，你要带我去哪里庆祝？其实，那年的慈善晚宴，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第一次？那我们什么时候还见过？你大2那年，苏伯父带你去纳斯达克敲白，你当时紧张的差点在台上绊倒，是我在后面扶了你一把。从那时候起，我就记住你了。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岁月里，早就有一个人在默默关注着我。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白天在公司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
晚上则和叶琛在一起。这天深夜，我为了赶一个即将发布的慈善项目企划，在办公室留到了晚上11点，却看到了一个绝对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我来给你送夜宵，在楼下刚好碰到了这位刘先生，他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当面向你道歉。刘总，好久不见，大半夜的来苏氏，有何贵干？苏大小姐，之前在滨城，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没能当场替您说话，让那些不长眼的东西冲撞了您。听说陈氏倒台后，您回了京城，我这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特地飞过来给您赔罪。刘总言重了，滨城的事情已经翻篇了，我也没有把那点小插曲放在心上。只要你们公司递交的方案符合苏氏的标准，合作随时可以谈。很晚了，请回吧。我以为你会借机敲打他一下，没必要。曾经的我可能会因为别人的轻视而感到愤怒，但现在我只觉得他们可悲，因为我已经不需要用别人的态度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了。婉婉，下周5的慈善晚宴，你要作为苏氏的代表第一次正式公开露面了，紧张吗？这种被众星捧月的感觉，我并不陌生。只是这一次，我不再觉得它是一种负担，而是我应当承担的责任。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苏氏未来的公益发展方向与规划。带我来这里干嘛？到了你就知道了。婉婉，在陈一峰的婚礼上，我用未婚夫的身份带你离开，但今天，我想以叶琛的身份正式向你求婚。你愿意真正成为我的妻子吗？婉婉，在陈一峰的婚礼上，我用未婚夫的身份带你离开，但今天，我想以叶琛的身份正式向你求婚。你愿意真正成为我的妻子吗？叶琛，你知不知道，其实我很挑剔的。我知道，你在工作上雷厉风行，在生活里偶尔也会犯迷糊，但我准备用我的一辈子来适应你的挑剔，包容是我的小脾气。那如果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吵架了怎么办？婉婉，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任何问题，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这边。好，我答应你。苏总监，喂，我们今天要去考察的那个陈春村项目遇到了一点意想不到的状况。苏总，前面那个搬运建材的包工队，有个工人死活不肯签搬迁同意书，还在那儿闹事呢。去看看。凭什么让我搬？我连住的地方都没了，你们这是要把人逼死！陈以峰，你别不识好歹！这片地已经被苏氏集团征收做慈善项目了，补偿款也发了，你拿去还债还不够吗？苏总，那个人按章办事，不要因为任何人影响工程进度。婉婉，你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林小姐，好久不见。
苏婉，你赢了，我现在连家都不敢回，我爸冻结了我所有的卡。陈一峰那个废物更是连累我背了一身债。林小姐，你的输赢跟我无关，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你今天来找我，如果是为了诉苦，那找错人了。苏婉，你别太过分！我知道你有钱有势，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或者在苏氏给我安排个工作，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林若薇，当初你发短信挑衅我，在宴会上羞辱我的时候，想过给自己留条退路吗？苏氏不是收容所，更不收留品行不端的人。保安。苏婉，你不得好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怎么了？婉婉，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这腰围比上个月量的时候足足小了一圈。苏小姐太拼命工作了，这样下去婚纱的腰身要重新修改。为了城中村的慈善项目，我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确实没怎么好好吃饭。工作再忙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结婚前这段时间，你的饮食由我全权接管，必须养胖一点，不然穿婚纱太辛苦了。婉婉，睡不着吗？我只是觉得像做梦一样。这是呢，你外婆传给我的。叶琛是个好孩子，看到你们这么幸福，妈也就放心了。别怕，有我在。叶琛，我把我最宝贝的女儿交给你了，你如果敢让她受一点委屈，我绝不答应。爸，您放心，我绝不给她任何委屈的机会。叶琛，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与她缔结婚约？无论疾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拥有，顺境还是逆境，都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接纳她，永远对她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我愿意。苏婉，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与他缔结婚约？我不需要你为我挡车，也不需要你为我买下整座岛屿，我只需要我们在平淡的日子里，一日三餐，平平安安的牵手到老。我愿意。大小姐，外面有个人非要见您，他说他有个关于苏氏慈善基金会的秘密要告诉您。去吧，我在这里陪宾客，有任何事随时叫我。今天是我的婚礼，如果你是来讨一杯喜酒的，张叔会给你安排个位置；如果你是来闹事的，外面的安保随时可以把你扔出去。不是的，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在你们基金会负责的那个城中村项目干苦力，我发现那个包工头为了吃回扣，偷偷把合格的建材换成了劣质水泥和细钢筋。我拍了照片，留了证据。城中村改造是苏氏的核心慈善项目，关乎几百户低收入家庭的生命安全，绝不能出半点差子。你特意跑到我的婚礼上，把这个所谓的秘密交给我，想换什么？婉婉，我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你，帮你挽回了苏氏的声誉，你能不能给我一笔钱，或者让我在苏氏谋个办公室的职位？我真的干不了那种苦力活。管家，把证据收下。如果是真的，苏氏会按正常的举报流程奖励你一笔现金。至于其他的，别做梦。送货。真的。你个不要命的穷光蛋，敢偷拍老子的进货单，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断老子的财路？信不信我让你在这片混不下去？住手！哎呦，苏总，您怎么亲自来这种脏地方了？这小子手脚不干净，干活偷懒，我正教训他呢。张叔，立刻报警，联系工程监理局和媒体。婉婉，这下你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了吧？婉婉，小心！婉婉，你没事吧？我刚才是为了救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你能不能看在这个份上，原谅我以前犯的错，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陈一峰，你搞错了2件事。刚才就算你不扑过来，叶琛也能完美的保护我。你的舍己救人，除了给你自己添了一身伤，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别拿这种自我陶醉的戏码来绑架我。第二，你在苏氏的工地上受伤，苏氏会按照最高标准的工伤条例，全额支付你的医疗费、劳工费和后续的营养费，这是公司的底线，也是我作为一个企业家仅剩的仁至义尽。拿着这笔钱，好好治腿。以后我们互不相欠，别再出现在我面前，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这是本国有的一代存在中国演一首相声，路人也翻一趟看。这家的辣椒油确实香，你快尝尝。慢点吃，又没人和你抢。要是把胃吃坏了，明天可不许吃冰淇淋了。昨日，槟城某高档小区外发生一起恶性家庭纠纷。女子林某因严重的经济问题，与大其20岁的现任丈夫在街头大打出手，引发大量群众围观。据悉，林某曾是槟城知名企业林氏集团的千金。林氏破产后，她匆匆下嫁。他到底还是把自己作死了。别人的因果与我们无关，看他们不如看看明天的天气预报。明天下午的机票准备好回家了吗？苏总，我是之前城墩村工地的老王，陈一峰的腿瘸了，治不好，他觉得没脸待在大城市，已经回了乡下老家。这些钱是他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分期退还给苏氏的工伤赔偿款。他说他不配拿你的钱，他现在在老家守着个破报刊亭度日，他让我替他转达一句对不起。把这笔钱入账，走基金会的匿名捐款通道。这份迟来的骨气和歉意，比路边的杂草还要亲切。苏总监，1周年快乐！现在可以下班跟你的合法丈夫去追极光了吗？走吧，叶先生，我们的未来才刚刚开始。冷不冷？不冷。叶琛，极光真美。是啊，很美。以前总觉得这些自然景观没什么好看的，现在才发现，重点是身边站着谁。笑什么？笑堂堂 YC 集团的继承人，现在像个笨重的企鹅。还不是为了陪某人看极光？婉婉，这趟旅行结束，我们就彻底把过去留在风里了，好吗？早就留下了，现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你。怎么了？有人在山区教育拨款上做手脚，这笔给孩子们加餐的营养费账面对不上。查，苏氏的钱不是给这些蛀虫吸血的。解释一下吧，这笔账怎么回事？苏总，这是因为山路难走，运输成本增加了，所以孩子们的鸡蛋就变成了劣质火腿肠。我已经派人去实地暗访过了，你中饱私囊的证据现在就在我办公室的桌上。刚回国就这么大动干活，对身体不好。我只是心疼那些孩子，我决定明天亲自去一趟那个山区。你好，工程队吗？我是苏婉。苏总，不好了，出村的路被泥石流冲断了。别怕，先安抚孩子们，确保所有人都在安全地带。你不冷吗？你在我怀里就不冷。婉婉，你没事吧？爸，
我没事，叶琛把我保护得很好。今天，借着苏氏50周年的机会，我正式宣布，将苏氏集团慈善基金会主席的职务全权交由我的女儿苏婉接任。谢谢大家的信任。慈善不是作秀，而是责任。我曾在黑暗中走过一段弯路，现在我希望尽我所能，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照亮前路。苏主席，今晚很迷人。叶先生也不赖。我是滨城医院的护士，他临走前一直死死攥着笔退还给您的转账单。陈一峰死了，那个纠缠了我6年，消耗了我所有青春和热情，最终以这样一种无声无息的方式，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想哭，我的肩膀借给你。不想哭，我只是觉得善恶到头终有报，他不值得我掉一滴眼泪。叶琛那6年的烂账，今天终于彻底清零了。以后你的生活里只有我。一切都结束了，那些背叛和谎言全都化为了灰烬。